几年前，当我向 ChatGPT 询问某件当年发生的事情的时候，它直接告诉我，我的训练数据只能更新到2021年，无法回答这个问题。还有一次，我向大语言模型请教某个行业的细节问题，得到的回答虽然长篇大论，却充满了正确的废话，看似说了很多，实际上毫无帮助。那时的语言模型大多数依赖静态的训练数据，既无法实时更新知识，也难以深入特定的领域。面对专业的问题，他们要么一问三不知，要么泛泛而谈，实用性大打折扣。直到 RAG 技术的出现，这个问题才有了转机。作为近年来大语言模型领域最热门的技术之一， RAG 为 AI 装上了实时搜索引擎和专业资料库，让它终于能够摆脱纸上谈兵的局限。那什么是 RAG 呢？ RAG 是 Retrieval Augmented Generation 的缩写，翻译为检索增强生成。它的功能是使得大语言模型能够使用特定领域或者是更新后的信息，比如能够让聊天机器人访问网络，或者是公司内部的资料和数据，提供针对性的回答。这个想法一开始是脸书 AI 研究院和伦敦大学学院以及纽约大学三方合作的一个项目。他们在2020年发表的这篇文章引起了业界强烈的兴趣。直到今天，这篇文章在 Google Scholar 上面达到了9000多的引用量。RAG 是如何运作的呢？它主要由检索和生成两部分组成。在不用 RAG 的正常的大语言模型系统当中，我们输入一段提示词，它会直接生成一段答案。而有了 RAG 之后，提示词会先经过外部的知识源，比如说像文档的数据库、知识库或者是互联网之类的，先搜索这些外部知识源，获得相关信息。完成了检索的步骤之后，这些检索到的信息和提示词一起送到大语言模型里生成答案。以上就是 RAG 的核心思想。他们举了一些例子来详细的描述这个过程，比如最左边的3个框分别代表了3种不同的输入类型。第一种是比较常见的问答类的应用，他举的一个例子是定义中耳的意思，就是要让大语言模型来回答什么是中耳。第二种是事实验证型的，他举的例子是奥巴马出生于夏威夷，那么它的输出要么就是验证这句话是正确的，要么就是验证这句话是错误的。第三种输入的类型是危险边缘问题生成。什么是危险边缘呢？危险边缘是美国的一档非常有名的智力竞赛的节目，它采取一种非常独特的问答形式。参赛者需要根据以答案提供的各种线索来猜问题是什么。比如说，题面是他创建了微软公司，是这家公司的灵魂人物，那么你的答案就应该是谁是比尔盖茨。在这篇文章当中，他们举的例子是神曲，那可以猜测，就是说这个输出应该是对于神曲的详细的描述。总之，这3个框就代表了3种不同类型的输入了。现在按照第一个例子，输入 X 是定义中耳的概念，那么这个输入就会经过绿色和蓝色2个方框，这2个方框分别是 Retriever 检索器和 Generator 生成器。首先进入的是检索器，输入的 X 经过加密向量化之后，就变成了一组数字的向量 QX， 这就是相当于把提示词数字化了。然后 MIPS 是一个用于相似度检测的算法，它把提示词和外部的数据源的多个文档进行比对，找出最相似的几个文档中的段落。这里可以看到 Z1 和 Z3 的相似度是最高的。如果我们的输入是定义中耳的概念，那么这个 Z1 和 Z3 就有可能是一本医学百科全书啦，或者是某个医学院的课本啦。这一步输出的结果 Z1 和 Z3 以及提示词 X 共同送去了生成器进行输出。这里输出的结果就是中耳包括了股市和3块听小股。他们的整篇文章就是围绕这个框架展开的。那 RAG 有哪些优点呢？ RAG 技术让大语言模型变得更加强大，它有4大优势。第一个是不用重新训练就能够随时更新知识。第二个是回答更准确，减少了胡说八道。
第三个是只需要更新知识库就能够快速适应不同的专业领域。第四个是突破模型的容量限制，轻松地掌握海量知识。自 Meta 在2020年开创性地提出 RAG 技术以来，这项创新便吸引了各大的科技公司。2021年 DeepMind 推出了突破性的 Retro 模型 ，Google 也发布了 RAM 技术并持续优化。2022年，开源的 RAG 方案开始遍地开花，让开发者能够更容易地实现 RAG 应用。2023年 ，OpenAI 在 ChatGPT 当中引入了联网搜索的功能，解决了信息过时的问题。2024年，微软、IBM、AWS 等科技巨头纷纷加入 ，RAG 正式成为了企业级 AI 的核心标配。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 AI 软件，比如联网搜索的聊天助手，能够分析你上传的 PDF 或者是 Excel 的 AI 工具，可以自动解读网页和分析视频的智能工具等等，背后都离不开 RAG 技术的支持。下次当 AI 瞬间给出精准回答时，你可能会想到，这是 RAG 技术在默默当最强外挂呢。你用过哪些开挂的 RAG 应用？是秒查资料的 AI， 还是读懂你文档的智能助手？欢迎聊聊你的体验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